威廉，你刚刚有看到吗？窗外先亮了一下，过一会儿才听到轰隆隆，好像天空故意慢半拍耶。喵呜，我有看到。小福，那不是天空慢半拍，而是光和声音在路上跑步的速度差很多。哼，我就知道一定有原因。可是闪电和雷声不是同时发生的吗？怎么到了我们这里就一个先到一个后到？你问到重点了。闪电出现时，亮光和雷声其实几乎是同一个事件一起开始，只是它们传到我们身边的速度不一样。原来不是先按亮灯按钮，再按喇叭按钮，我还以为天空有2个工作人员在排队。哈哈，不是排队按按钮。当闪电划过天空时，会同时发出很亮的光，也会让周围的空气一下子变得非常热，接着产生雷声。等一下，所以雷声不是天空自己吼叫，是空气被闪电吓得突然炸开一样。可以把它想成空气突然被加热，快速膨胀，又推挤四周的空气，这个推动一路传出去，就变成我们听到的声音。那为什么亮光总是先冲到我们眼睛？它是不是超级会跑？没错，光在空气里前进得非常非常快，快到天空那边一闪，我们几乎立刻就能看到。所以真正慢吞吞的是声音，不是闪电。雷声还在半路跑步，我们眼睛就已经先收到消息了。正是这样，声音虽然也跑得不慢，但跟光比起来，真的像小跑步碰上超高速列车。哇，难怪我每次都是先看到白白亮亮的线，再等一下才听到冯的一声，原来是2个不同速度的信差。你的比喻很棒，闪电像超快的亮光信差，雷声像比较慢的空气信差，所以到站时间自然不同。这样一讲，刚才那道闪电倒像先寄了一张亮亮明信片，雷声再补寄一封大声通知书。对啊，而我们今天就要把这2位信差的机密搞清楚。可是我还是很好奇，光到底有多快？是不是快到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它在路上花的时间？差不多就是这样。对我们平常看到的闪电距离来说，光快到几乎像一下子就到了，所以我们很难察觉等待。那声音就没有这么厉害了吧？不然我们也不会每次都要等那一下。没错，声音需要靠空气一层一层把震动往前传，所以它到我们耳朵的速度比光慢很多很多。是不是就像我在房间这头拍手，小梅在另一头虽然很快听到，可是没有快到像开灯那样立刻？对，这就是很好的想象方式。灯一开，你几乎马上看到亮起来，但如果是声音，就要靠空气把消息传过去。所以空气其实很忙，一直在帮声音传话，只是它传得再努力还是追不上光。正确，你可以把光想成几乎一下就到，声音则像一圈一圈往外推的波浪，所以需要比较多时间。原来天空轰隆隆不只是大声而已，还是一圈圈空气波浪跑到我们耳朵的结果。没错，而且如果闪电离我们越远，声音跑过来的时间就越长，所以我们等的也会越久。这样说来，闪一下之后，如果等很久才听到雷声，就代表它其实离我们比较远，对吧？可以这么判断。虽然不是拿来玩危险游戏，但的确能让我们大概知道雷雨离我们近不近。好神奇哦！原来等待那几秒钟不只是吓人的空档，还藏着一个距离提示。对呀，科学常常就藏在我们平常觉得普通的小细节里。我开始觉得打雷好像没有那么莫名其妙了，至少它不是随便乱轰。当我们知道原理，害怕就常常会慢慢变成理解。那我们看到闪电之后，不可以像小侦探一样数数看看雷声多久才追上来？可以，但要在安全的室内或有保护的地方，绝对不能跑到空地上专门看雷雨。这个我同意，知道科学很重要，但先把自己放在安全位置更重要。没错，假如你安全的看到闪电，可以在心里慢慢数1、2、3，再听雷声什么时候到。如果一下就听到轰隆，是不是代表雷雨离我们很近，就更要小心？对，间隔很短，通常表示比较近；如果隔得久一点，常常代表比较远。但不管远近，只要有雷声，都要保持警觉。所以不是听到雷声才开始担心，而是只要看到雷雨天气，就该先找安全地方。非常正确，最安全的是进到室内，远离空旷场所、高高的树、单独突出的地方，还有积水区域。我记住了，打雷时不要站在大树下躲雨，也不要跑去空空的操场当天空观察员。对，而且如果已经在室内，就安心待着，不要一直跑到窗外或门口冒险观察。这样才像聪明，不是逞强。真正厉害的是知道什么时候该退后。说得很好，科学探险从来不是拿安全去交换答案，而是用安全的方法去理解世界。原来连束闪电和雷声都可以变成一个安全小任务，只要我们待在对的地方。没错，在安全中观察，才能把紧张变成学习。而且这样我下次听到轰隆声，就不会只想玩耳朵，还会想起光和声音正在比速度。喵呜，那就代表你已经开始用科学眼睛看雷雨了。可是我还想知道，雷声为什么有时候是砰一声，有时候又会轰隆隆拖得好长，像在天空滚来滚去。这是因为闪电常常不是一个短短的小点，而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那条路附近的空气都被一下子加热，很多地方一起发出声音。所以我们听到的不是只有一个单独的小鼓声，而是很多段声音一前一后跌过来。对，再加上声音还会被云层、地面和四周环境影响，有些先到，有些晚到，耳朵就会听成长长的风隆声。哇，原来雷声像一大群声音一起搭车过来，不是只有单独一位乘客。可以这么想，而且闪电把空气加热得非常快，
空气突然膨胀，就会用力推动周围，形成我们听见的雷。难怪它听起来这么有存在感，原来是整片空气都被瞬间推了一把。天空刚刚有一条很强的闪电，让空气做了一次快速的大动作。现在我觉得雷声比较像天空做实验的回音，不只是吓人的大声音了。这个想法很好。当我们懂得它是怎么来的，就比较能冷静，不会只剩下害怕。可是冷静归冷静，我还是会先把窗户关好，再坐回安全的位置。那是非常好的做法。理解科学和保护自己，本来就应该一起进行。闪电出现时，光先飞到眼睛，声音再慢慢跑到耳朵，而且雷声是被加热的空气推动出来的。总结得很完整，再加上一点安全提醒，就更完美了。遇到雷雨时，要先进安全地方，不要为了看清楚就跑去危险的位置。完全正确，这就是最重要的雷雨小智慧。今天真的学到好多，原来那个鲜亮后响的瞬间，里面藏着光、声音和空气一起工作的秘密。而且只要我们冷静观察，就能把原本有点可怕的现象变成可以理解的自然知识。我本来只想抱怨雷声太吵，结果现在居然开始佩服光跑得有多快，还有空气有多忙。这就是好奇心的力量，你愿意多问一句，世界就会多打开一扇窗。下次如果我在安全的室内看到闪电，我一定会先深呼吸，再想起今天的亮光性差和空气性差。喵呜，记得还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知道答案很棒，平平安安更重要。那明天我们要研究什么？如果还是天空的题目，我可能已经准备好再多听一个秘密了。明天我们可以一起看看地上的小水坑为什么在太阳出来之后会慢慢变少，最后好像不见了。哇，是水跑去躲起来了吗？我已经开始好奇，小水坑到底是不是偷偷搬家去了？好吧，这题听起来还不错，我会来确认那些水到底是真的消失，还是只是换了地方。那就越好了，明天再跟我们一起追查小水坑的去向，看看阳光到底把水带去了哪里。谢谢大家今天陪我们一起听雷看闪电，还学会了怎么安全又冷静地观察天空。也别忘了，下次打雷时先找安全地方，不要乱逞强。聪明的冒险家都是先保护自己。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天空雷密，记得再来找我们一起冒险，一起发问，一起把答案找出来。我是小福，谢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冒险，祝你有个安心又亮晶晶的一天，大家拜拜。我是威廉，和小梅一起跟大家说谢谢收看，拜拜，我们下次冒险见。